AI radar station. Scan the frontier. See the future. Cut through the noise of info. Lock on the truth of AI. Hello，大家好，这里是 AI 的大战，我是站长。今天继续给大家演示一下 Telegram 连接 Cloud Code 的这个使用方式。我们首先来演示一下，看看我们在一个项目当中来启动这个 Telegram 这个插件之后，然后如何去使用它。我先启动一个 Cloud 刚刚 Channel，然后把这串带启动，启动完已经在显示这个等待连接，然后我们配置的是这个 Telegram CC Bot，然后继续重温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啊。Hello，这儿就显示出来了，实时的一个消息。这个说明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想，这个就有消息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项目正在跑，然后我们再起一个项目，用同样的方式再起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再起一个，然后我们再用这个 Telegram 去发消息的时候，它应该是连接的哪一个 Cloud 的这个进程呢？我来测试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OK，这个现在也在等待连接了。我们现在输入一个，输入就是打个 Hi，你看现在连到下面来了，上面这个现在没有消息了。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个关闭，我先把下面这个关闭吧，等它恢复完啊，我们把它关闭，看这个消息还会不会回到这个上面这个对话，然后我再问一个，你好，它又跑到上面去了，看吧？难道它是唯一的这个进程吗？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在底下这个我们再启动它，它又跑到下面来了是吧？OK，我们把上面这个进程我关掉它，然后呢，我再重启。今天随便问一个啊，随便说一个啊，随便发个消息，你看他发到上面来了，说明他每次发消息总是发给最新的这个 cloud 这个进程。如果我们起两个，那他发给后面那个。这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配置全局的这个Telegram 的时候它总是和最新开启的那个 cloud 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开启多个 Telegram 同时对话除了这个全局的，我们比如说有个项目，我们想单独开一个这个 Telegram 应该怎么做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两个给它关掉。好的，我们下面看一下那个如何启动多个项目，然后对应多个 Telegram 同时进行开发对话。然后底下这个，假如说我们这个项目用全局的，上面这个我们可能想用另外一个，比如说这个 Ekata，那我给它对话，现在因为没有连接，应该是没有回应的，是没有回应的。然后底下这个我们先启动，底下底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上面这个我们怎么来启用一个新的呢？看一下我们知道这个 Telegram 的配置，它是在这个用户目录下也是 Cloud，有 Channel，然后 Telegram，然后底下的有 UNV，在底下配置了我们这个 Telegram 的 token。然后如果在项目文件夹底下，我们同样建一个这样的目录，是不是也能实现这个目的呢？我在本地我也建了同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变量，我看一下这 channels Telegram 对，因为我已经把这个 bot token 已经放进去了，就是这个你看到的这个 token 放进去了。我来测试一下，看看好不好使，看看连接的到底是谁。我用这个，看它会不会读取项目里面的这个链接。我再给他发个消息，我发现没反应是吧？我用他发一个试试。我发现用他发可以，他接收的是这个我们全局的这个 Telegram，说明我们项目里面设置这个是不好使的。那我们怎么办呢？退出，重新清理一下环境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试试怎么做呢？把这个 token 放在这个 Cloud 启动的这个前面，覆盖我们那个用户全局的这个环境变量，然后后面是我们启动的这个命令。我们这样再启动一下试试。OK，我现在再用一卡的发一下试试你看刚才这个消息它没回应，现在陆续在回应。我再重新发一个，我看到这儿我发到这个消息，这儿立马就有回应了说明我刚才设置的这个环境变量起作用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全局的这个，我们发消息这儿立马有响应了，说明这个全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项目里边要使用不同的这个 Telegram，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环境变量放在我们启动命令的前面，就像这样，Telegram bot token，然后是启动命令。好的，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技能，希望大家有帮助。